你是否也经历过这种感觉？到了某个年纪，忽然发现手机好久没响过了，不是因为身体差了，也不是自己变了，而是身边那些朋友一个个悄悄淡出了，那个曾经天天聊天的群不知不觉就死了。以前约早茶的老伙计，现在连消息都不回。你主动打过电话去，那头客客气气，却再也没了下文。某个安静的夜里，心里头忽然就沉了一下，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，是不是做人太失败，连朋友都一个一个散了。你听我说，人到晚年朋友变少，未必是坏事，这不见得是你人缘差，也不见得是你脾气怪，这很可能是老天在帮你清理，清掉那些费你心神的人，清掉那些只会互相攀比的人，清掉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，一有事就躲得老远的人。你以为身边清静了是自己可怜，其实很多时候这是福气。人一辈子容易陷入一个错觉，觉得人多就是热闹，热闹就是有福。出去吃饭最好能坐满一大桌，手机通讯录里最好有几百个名字，生日有人请，节日有人约，便觉得自己有面子，有身价，有靠山。尤其是男人，在社会上打滚久了，总觉得应时的人多，路就多几条。女人也一样，街坊朋友多，姐妹茶局多，讲起来便觉得自己不孤单，生活多彩，有声有色。可是等岁数到了50、60、70，你会慢慢发现，有些热闹不但不是福气，反而是消耗。有些人情不但没有给你温暖，反而成了拖累。有些朋友根本没法陪你走远路，反而天天把你的心搅得乱糟糟。你累，不是身体一下子插到了底，你是心累，是那种从早到晚都没停过的累。一大早去喝茶，听人讲谁家的孩子没出息，回到家就看自家孩子不顺眼。下午在公园听人讲谁的退休金有多少，自己心里又开始翻腾，越算越心慌。晚上群里又有人讲生病，讲住院，讲哪个朋友要走了。你听多了，心就开始乱，开始怕，开始不安。中医讲阴阳平衡，这些话听起来玄，其实极其生活化。做人要有动，也要有静，要有人情，也要有分寸，要有朋友，也要有自己独处的时间。一间屋子如果天天人来人往，嘈杂纷乱，烟味酒气混在一起，你家的气场怎么会清爽？人也是一样，你天天把自己丢在人堆里，听人怨，陪人聊，跟人比，替人烦，你的心神怎么会安定？风水最怕的是什么？不是穿堂风，不是缺角煞，最怕的是气场乱。气场一乱，心脏血压都容易受影响，身体如此，精神也一样。你身边的人太多，不见得代表你福厚，反而可能说明你身边的杂乱太多。这些杂乱会把你原本该有的福气一点一点冲散。所以老话讲，贵人少，真心人更少。到了晚年，亲戚还有多少，朋友还有几个，这些数字其实不必太当真。真正金贵的，不是你每天有多热闹，也不是天天有人围着你转，而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心里不慌，你一个人去喝杯茶也不觉得寒酸，你一个人在家里开盏灯煮碗面，心里那种平实安稳，这种心安才是真正的贵气。有些人一辈子都在逃避孤独，年轻时怕没朋友，结婚后怕没人陪，老了怕被冷落，于是不停地找人说话，不停地约人吃饭，不停地往人群里钻，好让自己看起来不孤独，表面活得热闹，其实内心很虚，因为并不是真的享受交朋友，只是害怕自己一个人。我跟你说，人到头来要紧的不是有多少人陪你，而是你有没有本事陪得住你自己。如果连自己都不敢面对，身边再多的人都没用，因为等热闹散去，等所有人都各回各家，你终究还是要自己跟自己待在一张床上。你心里有没有怨，有没有恨，有没有放不下，有没有不甘心，这些事儿没人能帮你，朋友帮不了，子女帮不了，伴侣也帮不了，这点功夫一定要自己慢慢去做。讲放下不是叫你从此不理人，讲清静也不是叫你做人冷冰冰，真正的放下是你开始明白，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要耗到尽头，不是每一个饭局都要出席，不是每一句闲言闲语都要回应，不是每一个人的情绪你都要往心里去。人到晚年最值钱的不是桌上多一双筷子，而是心里少一点牵挂。你有没有见过有的老人家朋友不算多，
但面相很柔和，讲话不急，眼神很定，未必大富大贵，可是你待在他身边会觉得特别舒服。道理很简单，生活简单了，口舌是非也就少了。不整天讲是非的人，脸上自然有光，这样的老人反而会成为身边人的依靠，子女愿意亲近，老伴相处也融洽，他有人陪，但他有自己的节奏。早上自己喝杯茶，溜两圈，回家听听收音机，翻翻书，晚上早点睡，可以热闹，但不怕清静，这颗心是稳的。反过来，有的人晚年身边永远一大帮人，今天饭局，明天牌局，后天旅行团，表面好像很精彩，但一开口全是怨气，怨儿女不孝顺，怨老伴不懂做人，怨旧老板亏待，怨朋友借钱不还，怨政府，怨物价，怨天怨地，天天讲这些话，天天泡在这种氛围里，听的人都没有好气色。中医讲情绪是直接影响脏腑的，你天天郁着气不顺，人面上能没病都难。所以我才说，晚年的福气不是靠人堆出来的，是靠清静养出来的。你要舍得把那些虚热闹撇开，舍得把精神头从那些消耗你的人情里抽回来。朋友少了没事儿，饭局少了没事儿，群组安静了也没事儿，别人不理你不代表你没价值。有时候恰恰相反，是你的命开始转向一种更安稳的状态。人生从来没有哪一个阶段是会永远一样的。年轻时要闯要硬，识人要学做人，要经历热闹，中年要担，要撑起头家，要交代责任，到了中晚年就要懂得收，懂得守，懂得退，懂得清理，收拾那些不再适合留在你生命里的东西。一个人辛苦了半辈子，好不容易能在晚年安安静静待在自己窝里，这时候最怕的就是把自己又丢进杂乱的人群里，找不回自己的清静。你看山，最有气势的山往往山脚下没什么杂草和浅水，真正深的水往往是沉静无波的。人也是一样，到了某个年纪，不再需要靠人声鼎沸来证明自己，是因为你的心定下来了。真正命贵的人未必朋友多，但他知道什么人值得留，什么人应该放，什么话听完就算，什么事不必再往前凑，什么情分要珍惜，什么关系只是路过。你别以为孤独一定就是凄惨，最惨的是一帮人围着你，你心里还是觉得冷。最苦的是你明明不想去，为着面子硬着头皮去。最累的是你明知道这人只会消耗你，你仍然不敢得罪他，继续陪着笑，继续陪着喝，继续吞下那些闷气。这些才是命里头真正的消耗。敢于孤独，不是叫你拒人于千里，也不是叫你晚年跟所有人断了来往。敢于孤独是你开始有了分辨力，你知道自己的精神头有限，时间有限，气血有限，钱财有限，心力更加有限，你不能再把这些全都无差别的分给所有人。你不再围着合群转，不再为了一句朋友义气就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境全都压上去。人到晚年，朋友少了，更要珍惜福气。你要问的不是身边还有多少人，而是留下来的这几个人有没有让你觉得心安？你拿起电话要不要犹豫？你放下电话之后心里是不是踏实？你要收的不是人马，而是心。心不忙了，气就顺了，气一顺，血就活了，气血活，福气自然就慢慢回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不是叫你做一个冷冰冰的人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晚年真正有福气的人通常是开始往回收的人。当你不再担心朋友少，不再攀比别人，不再介意自己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走路，一个人扫扫地，你就会发现原来好多烦恼都是你自己找来的，都是人堆里带回来的。我记得好多年前印石一个长者，他大概60来岁，不算老，但脾气已经很急，开口闭口都是印石谁谁谁朋友多，电话一天响几十次。他最喜欢讲一句话，做人最要紧就是有朋友，出门靠朋友，老了也要靠朋友。他人面确实很广，每天早上不到9点已经在一家茶楼霸住一张大台，伙计一见他就进门招呼，什么都不用讲，只需留2笼点心1碟肠粉。接着就有几个老友陆陆续续来，有以前的同事，有街坊，有打牌印石的牌友，有同行。张台永远热闹，聊股票，聊楼市，聊子女，聊哪个退休金多，聊哪个又换了新车，聊哪个身体不好，聊哪个朋友要走了，看起来活得很威风。
过年过节，有人陪喝茶，有人约他拜神，有人叫他去凑热闹。但我跟他家里接触多了，就发现没那么简单。他每次应酬完回家，脸色反而更不好看。明明出去是想开心，回来之前反而很烦躁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张台表面上是朋友台，实际上是一张攀比台、怨气台、是非台。有个老友整天讲自己孩子在外头多有出息，讲到第6遍，第7遍就是专程讲给他听的。他回到家就看自己孩子不顺眼，觉得自己孩子普普通通打工没出息。有个朋友整天说自己退休金有多少，他听着听着就开始计较自己的存款，越算越慌。有个人一天到晚讲病讲看医生，讲到后来他本来没哪里不舒服，都开始觉得自己浑身不对劲。还有一个更麻烦，时不时来借钱，一时说孙子交学费，一时说老婆住院，一时又说做生意要周转。他这人又好面子，人家叫一声老友，叫一声大佬，他就不好意思推。今天借几千，明天借几万，到了第3次人家再开口，他心里已经很不舒服了，可又怕人说他没义气。你说这些人到底是朋友还是债主？讲真，不是每一个跟你坐在一起喝茶的人都真的是为你好。有的人只是想在你这里找点优越感，有的人只是想把一肚子苦水倒给你。他那些热闹维持了那么多年，到头来怎么样了呢？有一年冬天，他身体出了点问题，天气转冷，血压本来就不好，医生叮嘱少熬夜，少喝酒，少动气。可偏偏那帮朋友天天约，今天吃蛇羹，明天打牌，后天喝酒。他推了几次，又怕被人笑，他没用，只好硬着头皮去。有一次打牌，打到深夜回来，累得不行，老婆在旁边念了几句说，你成天只顾朋友，我讲什么你都不管。他本来就累，一肚子火就上来了，两个人吵得很凶。第2天他打电话跟我诉苦，说我退休后比上班还忙，一天到晚没停，还说羡慕人家清闲。他以为朋友多就等于晚年有人陪，可那些所谓的朋友陪他玩到深夜，陪他喝酒，却没人真正关心他累不累。他以为自己不孤独，其实只是用热闹遮住了心里的不安。他以为自己有人脉，可真有事情的时候，人家全散了。后来他身体出了些状况，虽不是大病，但也得住一阵子院。夜里胸口闷守在床边的是他老伴，陪他去检查的是他老伴。那几个他平时最熟的老友电话打过去，有的没接，有的接了说自己也走不开，有的隔天来了一句保重身体。最后真正陪着他的反而是他平时觉得啰嗦的老伴。人常常是这样，最靠近你的人，你最烦最消耗你的人，你反而当成朋友。很多晚年的苦就是这么来的。你把时间给了无谓的人，把耐心给了消耗你的人，把笑脸给了饭局，把冷脸留给伴侣，把深情留给朋友，转头就把怨气倒在家人身上。自从那次之后，他慢慢开始变了。起初他也不习惯，早上起来不去茶楼，手不知道放哪里，电话安静，心里头空落落的，好像少了点什么。他老伴劝他在家闷着不如出去走走，他就开始一个人去公园转转，也没特别做什么，就是走走看看。但过了几天，他慢慢发现，原来清晨的公园是那么舒服的，树上有鸟叫，有老人家悠悠的打太极，有人遛狗，有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。没人跟他比，没人问他钱有多少，没人叫他借钱，没人拉着他讲是非。他一个人走着，出点微汗，回家冲杯茶，心里反而踏实了。后来他又开始看书，不是多高深的书，就是历史小故事、养生短文、旧报纸。以前他觉得一个人看书很闷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一个人安安静静翻几页书，那种心神定下来的感觉是很养人的。他开始跟老婆一起去买菜，帮忙拎东西，晚上早点吃饭早点睡。以前家里冷火抽烟，现在反而有了烟火气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朋友变少之后，他反而守住了财。以前一个月好多无谓的支出，喝茶、吃饭、送礼、借钱、打牌，零零碎碎加起来数目不小。现在这些少了，他才忽然发现，原来自己不是没积蓄，是以前太多钱花在了无谓的地方。才怕漏水桶有漏洞，你天天加水也没用。人的福气也是一样，身边杂乱的人太多，福气就都从这些洞里漏掉了。后来有一次我碰到他
已经过了差不多1年，他还是在喝茶。一个人坐在窗边面前，一壶茶，一份报纸，一点点心。他见到我笑了笑，神态跟以前完全不同。以前他说话很急，很怕没人听，现在整个人松下来了。他跟我说，以前以为朋友少会很惨，后来才知道不用天天应酬才是一种福气。以前天天在人堆里转，听着很热闹，但心从来没静过。现在一个人喝茶，反而知道自己想吃什么，想去哪，想怎么过日子。我听完之后心里很感慨，因为他讲出了很多晚年人的真相。人在某个年纪，不是所有朋友都要维系，不是所有情谊都要扛住，不是所有饭局都值得去。有些关系你维持了半辈子，到最后只剩消耗，没有真心。有些关系表面是朋友，其实早就变成了攀比和互耗。你不敢放手，只是因为你怕被人说孤僻，怕自己没价值。但命贵之人最要紧的是懂得在该停的时候停下来，停止没必要的应酬，停止无谓的攀比，停止那些一直消耗你的关系。你停得住心，才能定，心一定，气场就稳得住，气场稳得住，福气才留得住。很多人在你风光的时候，个个都表现得很亲近，等你真的病一病，难一难，能看出谁是真正有心的人。晚年最怕的不是你朋友少，而是你到老了还分不清谁是真朋友，谁只是酒肉过客。真正的朋友不会天天拉你出去消耗自己，真正的朋友每次见面都让你舒心，真正的朋友不会用情义2个字逼你花时间花精力，真正的朋友可能1年见不了几次，但一见面你心里是舒服的，他不会让你觉得孤独，不会让你觉得慌，不会让你回到家对着家人发脾气。所以我总说，人到晚年要清一清自己身边的人，这不是叫你绝情，是叫你有分寸。树木要修剪，枝干才长得好；房子要清洁，好气才能进来。人也要清一清人缘，福气才留得住。你不清掉那些杂乱，最后被压垮的就是你自己。他后来跟子女关系也好了，以前整天听朋友讲谁家孩子多厉害，回到家就看自己孩子不顺眼，开口就骂。后来听少了那些闲话，他慢慢发现自己孩子虽然没什么大富大贵，但还算孝顺。自己积蓄虽然不算多，但也不欠谁的。老伴虽然唠叨，但几十年真的是守住了这个家。你看，朋友变少了，他反而看清楚了自己真正拥有的。人最怕的就是整天望着别人的生活，却忘了自己有一碗热饭。你天天听人说人家过得好，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。你天天听人说谁家孩子有本事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孩子没出息。你整天听人讲去哪里旅行，你就觉得自己的晚年很寒酸。其实很多不开心不是因为你真的缺什么，而是你把别人的表面风光拿来跟自己比，越比越苦。孤独有时候不是凄惨，而是一种提醒，提醒你是时候回到自己身上了，回到自己的身体，回到自己的心。你以前太多时间放在外面，太多精神给了无谓的人情，太多情绪耗在比较和争斗上。到了晚年，老天慢慢把那些吵杂的人事撤走，未必是想让你凄凉，可能是想让你听回自己心里的声音。所以朋友变少了，先别急着觉得自己命苦，你要想想，少了这些攀比的人是不是富了？少了这些天天讲是非的人是不是富了？少了这些让你不开心，让你跟家人吵架的人是不是富了？少了这些让你心不安，让你夜里睡不踏实的人是不是更富了？晚年真正安稳的福气从来不是靠一大帮人撑出来的，是你开始懂得把时间用回在值得的地方，把笑容留回，给真正关心你的人，把清静还给自己，把心神养好。人一轻，负担就轻了，负担一轻，气就顺了，气一顺，晚年的路自然就没那么多颠簸。讲到最后，敢于孤独是一种清醒，一种定力。人到晚年最难熬的不是明白多少道理，而是当身边渐渐安静下来，你的心能不能也安住？很多人一辈子都喜欢热闹，爱面子，没有安全感。年轻时靠朋友多来壮胆，中年时靠工作忙来撑着，到老了就靠饭局、电话和街坊消息来证明自己还有人理。忽然有一天，这些声音都停了，你第一次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，以前没处理的委屈，没放下的怨恨，
没说出口的遗憾，全都会慢慢浮上来。但人生很奇妙，真正的福气往往就在这些安静的只能听见自己呼吸的时刻里到来。福气很多时候是你把不该争的气吐出来了，把不该烦的事放下来了，把不该留的人请出心里了之后才睡得稳的那种踏实。你是一间屋子，如果常年堆满杂物，门口挤满人，空气没法对流，就算你摆再贵的摆件，放什么风水物，都只是表面功夫。真正要做的是清走无用的东西，打开窗让新鲜空气进来。人的晚年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你身边如果堆满了无谓的关系，无谓的攀比，无谓的应酬，无谓的怨气、福气，想进来都找不到门口。所以有时候老天帮你清除一些人，你别急着难受。以前天天见面的那帮人忽然不怎么理你了，以前天天聊天的群慢慢死掉了，以前你觉得一定要维持的朋友忽然淡了。你以为是失去，其实可能是命运里的一次整理。不是所有的散都是坏事，有些人的离开是带走了你的烦恼，有些关系的淡去是把清净还给了你，有些人的疏远是让你终于看清楚身边现在真正值得珍惜的是谁。佛家讲缘起缘灭，不是叫你冷血，是叫你明白天下没有一段关系可以死死抓住不放。父母会老，子女会大，朋友会散，伴侣也可能先你一步走。你不必天天担心人生无常，而是要趁着自己还有精神，早点学会跟自己好好相处。因为走到最后，真正能陪你最久的就是你自己这颗心。有些人一个人吃饭就觉得自己很可怜，一个人去医院就觉得自己很苦，一个人过节就觉得自己没人爱。我跟你讲，一个人不一定苦，最苦的是你被一大帮人围着，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。你最苦的是你每次笑脸应酬完，回到家心里反而空落落的。最苦的是你一辈子都在让别人高兴，到头来却从没为自己安安静静的活过。真正命贵的人不是无情，是懂得把握分寸，不再把每个人都当成救命稻草，不再因为怕得罪人而什么都说好，知界限，懂得护住自己的心神。中医讲，人老了最怕气散，气一散人就蔫了，吃不下睡不着，动不动就受惊，旧病也容易发。你以为气散只是身体的问题，其实很多都跟你如何耗心神有关。你天天为别人一句话翻来覆去想半天，为一个不喜欢你的人难受，为一场饭局勉强自己，为一些不值得的事吞下闷气，这些全部都是在耗气，都是在散神，气血耗损多了，晚年就很难稳。所以人到晚年最要紧的是学会少听是非，少跟人攀比，少去那些让你心烦的场合，少接触那些消耗你的人。你以为是少了些朋友，其实你是少了些病根，少了好多烦恼，少了好多本不属于你的负担。有些人的观念里以为晚年就不需要朋友了，当然不是，朋友当然需要，但要讲究精和深。真正好的朋友不一定天天见，不一定天天聊，但他能让你心安。你见完他，心是暖的，肩膀是松的，觉是沉的，这种朋友有一两个就足够了。你不需要用一大帮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到了晚年，你会慢慢明白，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全都是安静的。健康是安静的，他不会天天敲锣打鼓告诉你他很好。家庭和睦是安静的，不需要拿出来跟人比较。内心踏实更是安静的，不需要在人前大声标榜。越是真正有福气的人，越不需要活给别人看，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日子是甜的，因为他知道福气最怕张扬，也最怕被杂乱的气息冲散。你见过有些人晚年生活很简单，没什么大场面，没什么朋友聚会，也没那么多人围着他，但他脸带笑意，饭菜简单，话语温和，睡得安稳，未必大富大贵，但是家里没什么大惊，没什么大忧。这种平安才是晚年真正最难得的福气。反过来，有些人越老越怕静，越想证明自己重要，今天跟人比子女，明天跟人比身家，后天跟人比旅行，到最后折磨的都是自己。他身边可能有很多人，但福气总也留不住，因为他的心一直在往外跑，从来没回过家。我跟你说，命贵之人最贵就贵在懂得收心。他知道外面再热闹都是一阵风，别人再风光也不关自己过日子的事。朋友再多不代表个个都真心，
他慢慢不再追逐人气，不再怕别人冷落，不再因为没人约就怀疑自己。他开始享受一杯茶、一盏灯、一本书、一段清晨的安静、一餐简单的饭。这些看起来普通，其实才是晚年最养人的东西。孤独如果用得好，就是一种修行。孤独如果你能看开，它就不会变成苦。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可以怨天怨地，可以自怜自伤，觉得世界对你不公平。你也可以趁这份清静，慢慢梳理自己，理清楚过去谁值得信任，什么是该放下的，哪些话只是过耳云烟，不必往心里去。你能安然地接受独处，这不叫冷清，而是帮你洗去杂念的一场细雨。人到晚年不再怕朋友少，你真正要怕的是身边人很多，你却没有一天真正安心。你真正要怕的是通讯录里名字很多，身体却越来越累。你真正要怕的是人人叫你老友，但转过身去，个个都是笑里藏刀。朋友少不一定是你命薄，懂得筛选，懂得独处，懂得护心，反而是命好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身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饭局越来越淡，生活越来越静，别急着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忘了。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，这或许是你的晚年终于有机会为自己而活了。你不再需要把自己丢在人堆里才能找到存在感，不再需要靠别人的一句称赞、一个邀请、一顿饭来确认自己的价值。真正的贵气是你一个人也做得稳当，真正的福气是你朋友少了心反而安宁了。真正的晚年好命是你不再被无谓的人情绑架，终于可以用自己最舒服的节奏去过自己最清静的日子。所以敢于孤独的人命最贵，因为他不会被孤独压垮，反而能在孤独里找回自己。他可以把晚年最珍贵的心神、时间和气血全部收回来，留给真正值得的人，留给自己的身体，留给那盏灯下的一碗热饭。等到你真正明白这一点，你就再也不会害怕清静了。你会知道，朋友变少了，未必是天意弄人，很可能是天意在轻轻提醒你，后半生不要再往外乱跑了。热闹会散，面子会淡，人情会变，唯有你内心的那份平安，才是真正陪你走到最后的福气。愿你在晚年身边，哪怕人不多，但每个都是真心。日子可以不华丽，但日日安心，可以没有排场，但有灯有饭有福气，可以不再攀比，但能越活越自在。到了这一天，你就会明白，孤独其实是福气，清静其实最养人。朋友少了不是坏事，而是你的心终于能稳稳地安住了。